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19号。昨天比特币给了一笔多单建议，希望朋友们你不要去追价，看还有没有压回$20,300。那昨天是如期压回，只是没有达到我那一个$20,300啊。低点是触及到$20,400，而且现在整个日线走了一个扩散三角的一个形态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这个位置不选择进攻了？那我视频讲了2天，$22,000附近是有一个压力位。那现在这种扩散三角的形态也是有一些朋友在担心，这种形态以往的经验基本上都是要往下去跌的。那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还是说它的时间其实相对较短，有可能估计还是矩形震荡的结构？包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前面在这个低位的时候跟大家讲，有2只大鲸鱼4号至7号是买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，目前是还没买啊，所以我估计可能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时间来震荡，以及4个小时跟1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指标或者是量价的形态，包括狗狗币昨天在上攻，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可能估计还是在震荡，以及以太坊那现在是又跌了回来，到底要怎么来观察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盘面是这样子哦。其实这个位置不涨的原因，我的一个观点是前几天跟大家讲的，它连续在创高，其实量能跟不上啊，量能跟不上，有一点背离的结构，而且是接近上面的$22,000的压力位，包括大陆那边也是接近春节的年关。所以我估计这个位置可能短期涨幅相对比较大，前面低档有听我的建议赚的盆满钵满，在这个位置要再做多单，是不适宜再追了，因为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包括布林线4个小时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，当然已经来到这个高位，你还要再做，前几天是可能还有短线的利润，从1个小时的破下轨的位置去买，出上轨就平。破下轨的位置买，出上轨就平，但是昨天马上跟大家转变一个风格，我估计这个位置要再下去，有可能它破下轨不一定会有利润，因为我担心的一点就是4个小时它会破中轨，现在4个小时趋势已经没在了，没在那还要再做。昨天是跟大家讲，矩形你就尽量观察一下矩形的低沿位置哦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矩形的低沿位置，主要是昨天跟大家讲的$20,300。也就是前面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这个区间，就这一根 K 线跟这一根 K 线的上沿位置，这边是有一个质押转换的位置，所以踩在这个位置，目前还算是一个支撑区，还没有跌破。也就是去年的时候，它在这边也有一个矩形的高位，就这个矩形的高位，现在是一个质押转换的位置，目前短线还是支撑。那有没有可能扩散三角？类似朋友在担心的，会不会这样子崩下去？我估计可能会破一次位，因为目前的短线我是估计看会不会矩形震荡。当然，这种扩散三角其实参考历史的经验，它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5月份，当时这边上去以后也是有一个扩散三角，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。就是底部起来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讲过，这个位置底部有2次压回的位置，跟 FTX 交易所危机爆发以后一根多底，后面再压回，它后面上去是再压回破了一次低点，然后最终整理了一段时间，就是这一次喷上来，其实跟这一段的是非常的像。那来到这个高位的时候，它这边也是扩散三角的一个形态，其实目前的形态也是跟这个位置很像，我的估计是时间相对有一点短的结构，有可能会走成一个中线的矩形震荡。那既然整个中线是在震荡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找压回的低点做多，现在这个形态有可能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要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量价哦，量价这几天一直在提，为什么不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量在缩，而且这一根上影线的位置有一个空翻的大量，就是主力拉上去没有收在高位，那就说明有可能这个量是短期有一些追涨的量，在这个位置追，包括昨天的一些量在这个位置追的话就会被套，所以是希望朋友们你再观察有没有压回$20,300。那现在这个低点的量现在也是一个空翻的量，4个小时里面哦，不过我们观察一下1个小时是不是一个空翻的量，也是一个空翻的量，但是不同哦，它后面是有一个上涨的高位，
把这边下跌的量是不是有一些筹码在这个位置被下出去，所以我都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下跌的量，但是有一部分量能可能是不是又被一些人压回的低点给接走了，所以不排除这个位置可能还是在震荡，不一定会就是说大举的再跌下去，因为目前整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，日线趋势就是很强的一个趋势啊。那我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某一个时间整理到位，我现在是猜不准到底会在哪个时候，所以我估计有可能会横向震荡，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破一次位，然后再拉上去。因为前面的几个低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当时有跟大家讲过，其实在低档的时候，这边也是有一个矩形的形态，破位你应该要站在买方，这边也是有一个矩形的形态，破位你应该要站在买方，这边也是有一个矩形的形态，破位你应该要站在买方，所以连这么短的整理形态都有陷阱挖坑的位置让你买。到现在$20,300，你就尽量观察，短线要操作就这样子来操作。至于中线，肯定也要留一部分资金，万一它整理到位，往下挖坑啊，那你在这种挖坑的位置，或者是就前面几天我跟大家讲的，还有一个支撑是在2万的位置，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挖一个坑，然后看会不会上去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再来观察一下前面4号到7号比特币两只大金鱼，就是这一个62名跟67名的这两个地址，买了超过13800多枚，67名的话是转移了，应该就是买的超过11000枚。这一个是在4号的时候第一次买入的，然后这67名也是在7号的时候第一次转入，到现在都没有卖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估计目前整理的话只是一个整理的结构，不一定会往下破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的整个走势，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，估计是会震荡啊。不过它昨天的低点是把1500的这个低点给跌破，所以也不敢保证每一次交代大家的一些做多的点位都是很准确哦。那我们观察一下，我估计还是一样，因为前面的几个区间，就是这一个高位要挑战的时候，这边也是要挑战，上面的这整个区间跟这一个区间。一片压力是非常的重，它估计会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，也不排除会不会类似比特币挖一个坑，然后看会不会再上去。另外，我们观察一下以太坊的4个小时量是有一点不太漂亮啊，它是放量的位置是在这一个高位就开始放量。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1个小时，很明显的可以观察一下大量是在这一根啊，就是这一根有一个大量，后面是上去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位置给挑战。但是它这一个低档的位置又有一点量，是输于这一个量能，所以我估计，会不会上去，有可能短期也是需要震荡一段时间，或者是甚至挖坑一下看，可能会不会上去啊？那最近短期我的观点就是操作，你还是一样，你尽量就找压回，包括狗狗币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昨天也是跟大家讲的，还是一样，它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，你不要接近这种高位的时候去追，就是这一个矩形的高位，因为时间已经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，去观察它周线的这一个牛熊线，20年7月份，当时在这边是横向了17根的周线，那目前的位置加上这一周，最多可能才横了11根的周线，就是这个形态是非常的像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大涨，它后面是下来横了接近17根。就这个位置横了接近17根，最终上去的时候还会再横，然后就是一波井喷的行情。所以中线跟长线，我最近还是一样跟大家讲，你尽量找压回，有低档买的话，看横个一段时间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